在我们日常经验中，时间始终向前推进，是一种不可逆的连续流动。然而，一项最新的物理学研究却提出了一个令人震惊的命题：在特定量子条件下，某些过程的时间竟然可能表现为负值。这一现象打破了人们对时间本质的直觉认知，引发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与深度反思。来自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的一组物理学家在实验中意外观察到一种罕见且颇具争议的量子现象。这一发现并非偶然，而是在系统性控制实验条件下，科学家们对光子与原子间相互作用精密测量的成果，揭示出量子系统中时间演化的某种异常表现。当实验条件被精确调整到某一临界状态时，研究人员发现，原子在似乎尚未接收到光子能量之前，就开始发生响应行为。这种超前于因果顺序的表现，令人惊讶地暗示了一个负的相互作用时间，也就是说，反应在原因之前发生，这颠覆了我们对事件先后顺序的经典理解。需要澄清的是，这种负时间效应并不构成时间旅行的证据，它无法使物体回到过去或预见未来。然而，它却深刻挑战了我们在量子力学框架内对因果关系的基本定义，迫使我们重新思考事件之间的时间逻辑与相互依存性。在本期内容中，我们将深入探讨这一令人费解的实验发现，梳理科学家们的研究过程和反应，并进一步揭示这项研究如何揭开了关于时间这一基本物理维度的新层面，或许也为我们提供了解读宇宙运行规则的新视角。本次实验由多伦多大学物理系知名教授、量子信息与量子控制中心创始人埃弗拉姆斯坦伯格与研究员丹尼拉恩古洛联合领导。实验的核心目标是精确测定单个原子在吸收一个光子后进入激发态，并最终重新发射该光子之间所经历的时间长度。这个过程看似简单，却牵动着量子世界中因果关系和时间本质的深层问题。斯坦伯格教授在量子力学领域有着深厚的研究积累，他的研究经常围绕如何通过弱测量等先进技术来揭示量子系统中的隐藏变量与统计特性。早在过去，他就通过一系列开创性实验追踪了光子通过双缝干涉装置的可能路径，挑战了波尔的不确定性原理，并首次测量了粒子穿越室垒所需的量子穿隧时间。这些都为本次研究打下了坚实的理论与技术基础。在具体实验设计中，研究团队采用了超冷如原子，这种原子在接近绝对零度的环境中能够被高度控制和稳定操控，使其成为研究量子相互作用的理想载体。通过精心调制形状、时长与频率特性的激光脉冲，科学家们得以模拟和探测光子与原子之间极其细腻而短暂的交互动态，这正是理解量子时间结构的关键所在。在常规实验条件下及激光脉冲平滑、光强与频率稳定的情况下，原子吸收光子进入激发态，再重新发射光子的全过程会表现出一个可预期且可重复的延迟时间。这一时间区间早已在经典光学和量子光学中被充分研究和定义，被视为自发辐射寿命的点写。然而，当实验采用的是一种特制的、具有极陡上升边沿和极短持续时间的尖锐激光脉冲时，研究人员开始观察到一些非同寻常的现象。这些现象完全偏离了既有理论的预测范围，引发了关于测量机制与量子系统响应机制的深入质疑与探索。在对实验数据进行精确分析后，研究小组发现，根据脉冲峰值与光子释放事件之间的时间差计算出的激发持续时间竟然出现了负值。也就是说，从外部观察来看，原子似乎在光子脉冲峰值到达之前就已经完成了反应。这一反常的超前行为成为全篇研究中最具争议与启发性的核心结果。从直观理解角度来看，这意味着原子像是预知了入射光子的存在，在尚未接收到全部能量的那一瞬间，它就已经进入了释放状态，仿佛反应发生在因之前。这种貌似违反逻辑的表现正挑战着我们在宏观世界中习以为常的因果链条。尽管这一发现极具反直觉性，但它并非没有理论支撑。在现代量子光学的发展脉络中，关于群延迟、波包干涉与测量扰动所引起的时间非定向性，早有基础性的数学模型与理论探讨，为此类结果的合理性提供了扎实的理论背景。需要理解的是，在量子理论中，光子并不是一个固定不变的粒子，而更接近一种在时空中传播的概率波。它的行为不能简单用粒子的轨迹来描述，而必须借助波函数和干涉原理才能刻画其在空间中的分布与演化。这是区别经典与量子世界的根本特征。当这些光泽波函数以非对称的激光脉冲形式，特别是脉冲包络急剧变化、前后不对称，与原子发生耦合时，其群延迟现象就可能呈现出非常规特征。所谓群延迟，是指波包的中心或峰值在介质中传播所经历的平均时间，而在非线性量子条件下，这一延迟值可以被显著拉长、压缩，甚至在数学上呈现为负值，从而打破常规对时间传递的期待。
这正意味着，在特定条件与精密测量下，系统计算出的时间延迟不仅可能偏离正值，甚至会出现小于0的数值结果，也即反向时间延迟。这并不是测量误差，而是一种在量子概率模型下被数学允许的合理论证。然而，极为重要的一点需要强调，这些负时间的观测结果，并不意味着现实中存在任何形式的时间穿越或因果逆转。它不是某种宏观事件的倒流，也不表示光子或原子穿越了时间轴返回过去。相反，这一现象揭示出量子系统中的事件链条并不总是遵循线性从前因到后果的因果逻辑。由于波函数的非局域性与测量的不确定性，粒子间的相互作用可以呈现出跨越时序边界的特征，这是量子理论中最令人着迷的部分之一。在量子电动力学框架下，光子与物质之间的能量交换依然是客观存在的、守恒的。但由于我们使用的是依赖波函数形态和探测器响应的测量手段，测量得到的时间与经典意义上的物理时间可能产生偏差，从而导致诸如负延迟这样看似悖论的结果浮现。为了确保实验数据的有效性与重复性，研究团队在设计阶段就充分考虑了所有已知可能引入误差的因素，包括激光器的不稳定性、原子运动引起的多普勒效应、探测系统延迟等。实验也在多个不同参数设置下重复执行，以检验这一负时间效应是否具有一致性。结果表明，无论在激光频率、脉冲持续时间或冷原子密度上进行怎样的调整，该现象始终如一的出现，排除了偶然性或一系偏差的可能。因此，研究人员得出结论，观察到的负时间并非实验误差或数据处理中的伪影，而是量子场在受到非对称光场梯度强烈作用下自然展现的一种真实动力学表现。这一结果进一步验证了量子系统在极端条件下可能呈现出我们难以在经典物理中预料的响应方式。尽管负时间这个术语极具传播力和启发性，它带来的联想甚至可能涉及科幻层面的时间倒流，但科学家强调，这一术语更应被视为量子系统在极端测量条件下的统计特性标签，而非字面意义上的时序逆转。它推动我们重新思考在量子尺度上如何恰当定义因果关系，一个在量子信息、科学和基础理论物理中都日益重要的问题。正因其极具吸引力与其异性，负时间一词在学界外的传播引发了不小的争议。一些研究者担心，该术语可能被公众误解为实际的时间旅行而非复杂测量过程中的数学现象。因此，在专业物理圈内，这一表达常被审慎使用，甚至建议以超前响应或非经典延迟等更中性的术语来替代。不可否认的是，负时间作为概念，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引起了人们对量子系统非经典行为的高度关注，提升了量子基础研究在大众语境中的可见度。然而，批评者指出，使用这一术语可能会使公众误以为物理学家正在研究穿越时间的技术，从而模糊了量子测量与时间哲学之间本质的界限。德国理论物理学家科普作者萨宾娜·哈森菲尔德是最早对这一术语提出质疑的学者之一。他指出，这种所谓的负时间效应本质上是一种对群延迟现象的误读。他认为，将群延迟中的负值现象简单包装为时间倒流，是对光学中早已确立概念的误导性演绎，会混淆物理机制与测量结果之间的差别。为了厘清概念，我们可以从基础定义入手。所谓群延迟 （group delay） 是用来描述一个信号脉冲的能量中心即峰值在穿过介质或光学器件时所经历的传播时间。在光学系统中，这个量是波包各频率成分之间的相位变化对频率的导数，决定了脉冲整体的推进速度。而与之对比的相位延迟 （phase delay） 描述的是单一频率成分相位本身的延迟时间。两者在数值表现与物理意义上有本质区别，不能混为一谈。在某些特定实验配置中，例如，当脉冲通过具有色散特性的材料或非线性介质时，脉冲波落可能发生畸变或重塑。在这种情况下，群延迟的数值可以超过光速，甚至在数学上出现负值。这种现象虽然反常，但并不违反相对论，因为它不涉及能量或信息的实际传输超越光速。因此，即便我们观察到群延迟为负，这也不意味着我们能利用它传输超光速信号或逆转因果序列。该现象仅仅是波包重构在数学上的一种反应，它在本质上不涉及违反爱因斯坦相对论中关于因果关系和光速限制的任何原则。换句话说，这种负延迟完全可以用波动理论中的相位干涉来解释，是脉冲的频率成分在传输过程中因群速度变化而出现的数学结果。这与时间逆转及事件在物理上倒序发生毫无关联，是两个截然不同的物理问题。多伦多大学的研究团队对此也持完全清晰与审慎的态度。他们在论文中明确指出，负时间一词纯属一种实验结果的描述性表述，并非意图引申为某种形式的时间回溯。他们特别强调，这一术语所指的是测量中所观测到的时序关系偏移，而非宇宙时间轴的实际倒流。他们进一步指出，这一结果之所以引人关注，正是因为它与我们的日常直觉大相径庭。我们总以为事件必须有明确的先后顺序，因果分明。
然而，量子尺度下的光子行为常常超越这种线性因果模型暴露出深层的不确定性与概率性，这也是现代物理不断带来认知震撼的根源所在。在科学传播的过程中，语言与物理现实之间的鸿沟时常显现。人类语言源自日常经验，擅长描述宏观现象，却常常难以精确表达量子尺度下的行为和特性。这种张力既体现了科学传播的挑战，也揭示了我们认知工具本身的局限。例如，奇异夸克、幽灵般的作用或虚拟粒子等物理术语，看似具象，但往往并不真正传达其背后的数学含义。这些名词更多是科学家们在面对难以直观表达的量子现象时所借助的语言拐杖，本质上反映的是人类试图用有限语言接近无限复杂实在的努力。因此，在本文所涉及的实验中，负时间应当被视为一种术语上的便捷表示，用以描述一种传统语言无法充分捕捉的量子行为现象。它是一种高度依赖测量机制、受概率分布影响，仅在特定条件下才会出现的动力学效应，而非对绝对时间本身的重新定义。研究团队提供的实验数据表明，在采用特定类型的激光脉冲以及高度敏感的探测系统下，输入信号及光子的入射与输出响应及原子的反应之间的是在时间差可以呈现出符号翻转现象，即响应看似先于刺激发生。虽然这种倒叙只存在于统计平均意义上，但却有助于揭示量子系统内在的非经典关联性。这一结果并不意味着时间本身发生了倒退，而是因为量子过程中的概率分布既包含了正延迟的可能性，也包含了负延迟的统计权重。正是在这些波函数所允许的统计变异中，我们观察到了这一反因果的表象，它反映的是统计叠加的结果，而非确定路径的反转。这一发现与我们目前对量子系统的整体理解是相符的。在许多实验和理论中，量子实体都显示出非确定性、非线性以及对测量方式敏感的特点。因此，这种负时间响应现象不应被视为离经叛道的特例，而是量子行为谱系中的一个合理延伸。在没有进行明确观测的情况下，量子粒子不会像牛顿力学所描述的那样沿着一条清晰的轨迹运动。相反，它们以一种被称为波函数的概率符在空间中分布，直到被测量为止，其状态都处于叠加之中。路径的确定性在量子层面是由观测本身决定的，而不是自然自动赋予的。这些粒子的行为可以看作在概率云中演化，事件结果并不由先前状态单一决定，而是在一系列可能性中随机涌现。这种统计主导的动态过程意味着因果关系不再是线性链条，而更接近一种复杂的多路径的网络。或许最具哲学意味的启示是，在量子力学中，时间不再总是单向流动的河流，在特定条件下，它甚至表现出非线性或模糊性的特征。事件之间的时间关系可能是可变的、方向不明确的，这彻底颠覆了我们基于牛顿观念的时间观。在经典力学体系中，时间被视为一种永恒且匀速前进的标尺，不受观察者状态或事件本身影响。这一理念从牛顿时代沿袭至今，是我们对宇宙秩序的基础假设之一。然而，量子理论则用实验和数学打破了这种连续与均匀的幻想。与此相对，在量子系统中，时间不仅受制于测量过程的扰动，更受到不确定性原理的根本限制。事件的发生时间无法被无限逼近的精确测定，它们之间的时间差也不再是绝对量，而是在一定范围内分布的变量。尤其当多个量子态的波函数发生重叠或系统出现非线性干涉时，事件的时序将变得模糊难辨。相互作用不再是先后发生的顺序性操作，而可能是同时出现或概率相关的纠缠关系。这种模糊性正是量子世界的典型特征。这一研究的影响并不仅限于基础物理学的哲学层面，它对未来量子技术的发展也有着极具前瞻性的启示。科学家们正在努力将这类对时间控制的极致理解，转化为对量子信息与通信设备性能的实质提升。在诸如量子通信、量子雷达、量子传感等前沿应用中，能够对光子的时间行为进行亚皮秒级别的控制，是实现高速安全通信的关键要素。因此，理解包括群延迟在内的所有时间异常现象，对于设备性能的极限突破尤为重要。若我们能够充分掌握这些负延迟或非经典时间响应的内在机制，就可以在量子网络的构建与节点同步中实现更高精度与稳定性。这可能帮助我们更有效的协调分布，使量子系统，使未来的量子互联网具备更高的容错性与速度。举例来说，通过设计具有精确群延迟响应的光学元件，我们可以制造出超高精度的量子钟，或具备超选择性响应频率的量子滤波器。这些设备将对引力波探测、全球导航，甚至基础常数的测量产生深远影响。
除了实验本身引发的技术与数据讨论之外，这项研究也在更深的理论层面上留下了重要印记。它为一个长期存在于物理学核心结构中的关键议题提供了新线索：时间是否本质上是对称的，还是存在某种隐藏的方向性？在物理学中，时间对称性指的是自然规律在时间正向与时间反向中是否保持不变。许多基础方程，包括薛定谔方程与麦克斯韦方程组，在数学形式上是时间可逆的。然而，现实中的世界却显然不是如此。像这类负时间效应的实验观察，为这场关于时间对称性的讨论提供了又一个实证坐标，使这一长期哲学话题进入了量化分析的阶段。从理论物理的角度看，包括牛顿第二定律、量子力学的演化方程，乃至电磁场的描述模型，都具有时间繁衍不变性。也就是说，把时间变量替换为负值，这些方程依旧成立。这种时间镜像对称在数学上极具美感，也曾一度让科学家相信时间的方向不过是宏观统计规律的产物。但我们在日常经验中却无一例外地感受到时间之箭从过去指向未来的单向流动性。这种不可逆性最早由热力学第二定律揭示，熵总是倾向于增加，系统趋向于无序。这一现象引发的问题是，如果基本规律是对称的，那为何我们生活在一个不对称的时间现实中呢？而像此次研究中观察到的负时间效应，正是这类模糊时间行为的典型代表。它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研究窗口，探索时间之箭可能并非宇宙默认的绝对方向，而是源自某种量子尺度的统计行为。这类实验可能揭示出时间箭头的起源，也可能暗示它在特定条件下的可破裂性，从而对我们理解宇宙演化与意识体验中的现在概念产生深远影响。然而，科学需要理智与克制。在面对这些具有哲学张力和公众想象空间的实验结果时，研究人员始终强调应当以严谨态度看待它们的意义，避免陷入过度解读或浪漫化的误区。必须明确的是，这一现象并不意味着自然法则中的因果链条已经崩塌，也不代表我们可以依赖某种装置实现现实中的时间倒流。它是一个量子系统在特定测量环境中展现的统计偏移，而非一种可控的工程化的时间操控机制。事实上，从目前的理论框架来看，这项发现完全可以被纳入现有的量子场论和量子电动力学模型中。它没有打破任何基本法则，而是在既有体系中揭示出此前未被充分注意的复杂行为。因此，与其说这是一场颠覆性的革命，不如说它是对我们已有知识的一次深化与微调。它加深了我们对光子与物质微观交互方式的理解，尤其是在临界态或非对称输入下的动态响应模式，为基础科学提供了更精细的测量标准。展望未来，研究团队计划将这项实验方法扩展至其他类型的原子系统，如钠原子、钙离子等，以验证该现象是否具有普适性。同时，他们也计划探索不同形状和频率调制的激光脉冲，以进一步厘清脉冲形态与时间响应之间的函数关系，进而更新和细化他们现有的理论模型。此外，全球多个研究机构可能将开展平行实验，以验证这些观测是否具有广泛的可重现性。这种多中心验证将是评估负时间效应是否真正具有基础物理学意义的关键步骤。总而言之，该实验并未挑战物理学的基本框架，它没有摧毁定律，而是深化了我们对它们适用范围与边界条件的理解。它是一个边缘现象的实验窗口，为我们照亮了物理规律在极限状态下的真实形态。它清楚地揭示了量子系统的行为，尤其是在被观测、被扰动或处于临界条件下时，远比我们基于宏观经验所设想的那样更加复杂、多变，甚至反直觉。这些非典型的原子光子相互作用在测量中显示出看似负时间的现象，强调在量子层级中，时间并非线性流逝的刻度，而是一个被概率函数调节的变量。这种时间的概率属性或许将是未来理解物理本源的新关键。因此，我们必须认识到，这并不是时间旅行的曙光，而是一次对自然深层规律更深刻的理解。这项研究提醒我们，量子力学所遵循的规则远比经典物理学更为灵活，也更富于多样性与不确定性，值得我们继续探索。感谢您的观看与聆听。如果您对量子时间因果性或物理学的哲学基础感兴趣，我们欢迎您持续关注这一领域的最新研究，也欢迎您提出疑问与思考，一同走入微观世界那令人着迷的非线性时间河流。